你心里的美国中产是什么样子的？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各种滤镜洗脑洗得太深，总觉得美国中产就是人生顶配，高薪稳定，独栋别墅，福利完善，不用内卷，不用吃苦，这辈子就是人生赢家。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华人博主小唐在美国街头拍下了一段真实视频，仅仅用一块热气腾腾的酱香饼就撕碎了所有人对美式中产的美好幻想，把最刺骨、最真实的底层人间百态赤裸裸地摊在了全世界面前。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那天，小唐在街头摆摊，免费送出自己刚做好的酱香饼，初衷就是给街头有需要的路人送一份温暖。来往的行人太多，行色匆匆，领到饼要么随口道谢转身就走，要么习以为常毫无波澜。唯独一位大叔让无数网友看红了眼眶。他头发花白，身形单薄，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边角磨得起毛，一眼就能看出长期生活拮据。但和大家印象里懒散颓废、伸手讨要的流浪汉完全不同，他全程拘谨，非常克制。他没有主动凑上前争抢，只是远远站在路边观望，犹豫了很久，反复纠结，才慢慢挪到摊位前，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2张被反复揉捏、皱得不成样子的1美元纸币，眼神局促又真诚，小心翼翼询问能不能买下一张热饼充饥。你能明显感受到他骨子里的倔强，哪怕饿到肚子空空走投无路，他也不愿意白拿别人的东西。他不想乞讨，不想接受怜悯，只想靠自己仅有的微薄钱财换一顿踏实的温饱。当小唐告诉他这是免费公益派发，不用花钱，直接拿走就好时，大叔整个人都愣住了。突如其来的善意让他完全不敢相信。他没有立刻接饼，而是一遍遍打开手机翻译软件，逐字逐句核对，反复确认，生怕是营销套路，是刻意施舍。再三确认这份善意纯粹无套路之后，他才微微低头，双手郑重接过滚烫的酱香饼，嘴里不停低声道谢，谦卑又温柔。最戳心的一幕还在后面，其他路人吃完转头就走，没人多停留1秒，唯独这位大叔快速吃完饼后特意折返回来，没有任何人提醒，没有任何要求，他默默弯腰捡起地上的碎屑和包装袋，把摊位歪掉的桌椅一一摆正，把周边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穷到3餐不继，流落街头，却依旧懂得受人恩惠必有所报。他不想白白接受陌生人的善意，只想靠自己的一点劳动回馈这份温暖，守住自己最后的尊严。小唐看着他佝偻疲惫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特意拿出20美元递给他，想尽力帮一把身处绝境的他。可大叔温柔却无比坚定地拒绝了。他可以接受平等的善意，但绝不接受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施舍。看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落魄至此还能守住如此体面的风骨？真相曝光的那一刻，全网彻底唏嘘。这位满身风霜、露宿街头的流浪汉，根本不是好吃懒做的闲人，而是曾经妥妥的美国精英中产，福特车企的资深底盘工程师。巅峰时期的他，年薪稳稳12万美元，深耕福特10几年，手握核心底盘、制动技术，岗位稳定，技术稀缺，住着宽敞的独栋别墅，家庭安稳，生活体面，是无数人羡慕的标准美式中产范本。他一辈子勤恳自律，踏实肯干，不赌不嫖，不躺平，不挥霍，认认真真工作，安安分分养家，从没想过偷懒走捷径。可就是这样一个老实本分、努力生活的人，仅仅1年时间就从云端狠狠跌落泥潭，半生打拼，一夜归零。而毁掉他一切的不是懒惰，不是挥霍，不是犯错，而是美国人人躲不开的噩梦——天价医疗陷阱。妻子患上慢性病，需要长期持续治疗，哪怕家里按时足额缴纳医保，各种隐形开销依旧层层叠加，高额自付额度、不报销的治疗项目、常年自费药费、跨院就医账单，一笔笔压垮了这个中产家庭。日积月累，近9万美元的医疗债务彻底压垮了他。他掏空毕生积蓄，卖房卖车，刷爆信用卡，拼尽全力想要保住家庭，留住生活，最后依旧无力回天。更让人绝望的是，哪怕他已经被逼到绝境，美国的社会体系依旧没有给他留一丝喘息的余地。失业救济只有短短26周，中西部每周救济金不足400美元，连房租都不够。债务逾期征信彻底报废，在美国征信破产等于社会性死亡，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哪怕身怀技术也彻底被社
会双向隔离。疫情后房租暴涨，保障房稀缺，最终一步步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可最让人动容的是，生活能夺走他的房子、存款、工作和安稳，却永远夺不走他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和善良。临走时，他一眼看出小唐的车存在致命安全隐患，挂钩松动，全车灯光失灵，上路极易引发严重事故。没有工具，不求回报，他直接钻进低矮车底，靠着10几年专业功底熟练检修，10几分钟就彻底修好隐患。这一刻，我们终于看懂了最扎心的真相：他不是没本事活下去，他只是被冰冷的制度斩杀，被无情的社会体系拖入了深渊。所谓光鲜的美国中产，从来都没有抗风险能力，一层薄薄的体面外壳之下，是一碰就碎的脆弱人生。看完这位福特工程师的悲剧，你是不是就听懂了网上爆火的新词“美国斩杀线”？没错，它本来就是游戏里的概念。角色血量一旦跌破临界值，就会被对手一套连招直接带走，没有翻盘机会。而现在这个词完美复刻了美国社会最残酷的生存规则。所谓美国斩杀线，就是一条隐形的人生临界线。无数看似光鲜的美国中产，财务状况看似平稳，实则一直在悬崖边缘试探。看着有工作、有收入、有体面生活，实际上零储蓄、高负债，抗风险能力为零。一旦遭遇失业、生病、意外任意一件小事，就会触发连锁崩盘，账单逾期、信用破产、租房被赶、求职被拒，最后直接流落街头，从中产精英断崖式跌落底层，再也无法翻身。很多人天真的以为流落街头的都是懒人、不想干活的人，但官方的数据狠狠打脸了所有人。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2024年权威普查数据显示，全美无家可归者高达77.18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近70%都是曾经的正经中产，工程师、教师、白领、技术职工比比皆是。单是专业技术人才沦落街头的就足足有15万人。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上进，不是恶习缠身，他们和这位福特工程师一样，勤恳半生，安分守己，只是败给了一套零容错的社会制度。更恐怖的是，美联储2024年的调研报告，全美37%的成年人，将近9600万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现金。什么概念？每3个美国人就1个扛不住一场小病、一次短期失业、一笔小意外。看着日子光鲜，实则不堪一击。这就是美国中产最真实的生存现状。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凯撒家庭基金会联合调查显示，全美41%的成年人背负医疗债务，全民医疗负债总额突破2200亿美元。更讽刺的是，66%的美国家庭破产都发生在有医保的前提下。医保免赔额高，报销范围窄，慢性病基本不兜底，哪怕你按时交保费，一场大病依旧能让你倾家荡产。看到这儿，你是不是终于看懂了，曾经我们仰望的美国梦根本不是自由安稳的天堂，而是一套高风险、低保障、弱兜底、零容错的残酷体系。对比之下，中国的民生保障到底有多踏实，有多珍贵？很多人平时总吐槽生活压力大、内卷严重，但我们最幸运的是，国家永远在为普通人托底。我们有全覆盖的医保体系，大病慢病有报销、有救助，绝不会因为一场病掏空一辈子积蓄。我们有完整的防返贫机制，坚决杜绝规模性返贫，绝不允许普通人因为一次意外直接人生归零。我们有稳定的土地保障、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常态化的民生兜底，永远给普通人留着翻盘的后路。美国的社会逻辑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跌落就是自由落体，没有人给你缓冲，没有人等你翻身。中国的发展逻辑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不让任何一个普通人掉队，尽力拖住每一个平凡家庭的安稳。当然了，我们不是幸灾乐祸，更不是盲目自大。剖析美国的斩杀线悲剧，是为了看清差距，吸取教训，稳步前行。国家如今持续完善收入分配，优化社保体系，推进共同富裕，坚守民生底线，就是为了彻底杜绝这种阶层断崖坠落的悲剧。最后，小编想说一句真心话。真正的社会体面从来不是少数人的顶级奢华，而是普通人奋斗有回报，意外有兜底，低谷有退路。我们不用羡慕别人的滤镜繁华，稳稳的幸福，踏实的底气，永远有人托底的安全感，才是一个国家最顶级的民生实力。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